他们就是为第一颗原子弹燃烧了青春年华，付出了热血和汗水的科技人员。祁连山南麓美丽的大草原，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221。这片拥有神秘代号的区域，中共中央批准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建设中国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221厂。海拔3200米，是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理想场所。当年8月，2机部9局局长李觉带领20余人乘坐8辆汽车，来到金银滩草原，骑马丈量土地，勘界定址。9局划定了576平方公里作为221基地场址。1958年11月开始，由建筑工人、河南支边青年和复员军人组成了1万余人的建设队伍，在草原上拉开了建设的序幕。在一片待开垦的高海拔草原上建立基业，未知和荒凉的环境很快把它的美撕破，露出困难和挑战并存的现实。221厂呢就开始组织这个到青海湖打鱼，职工跑出去捡蘑菇，搞改善生活，但是呢，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吃不饱这个状况，还是生活困难之后，又种出了土豆，再加上中央军委从部队调拨来的黄豆支援，建设人员们逐步克服了饥饿等困难。中央专委当时决定确实要保证1964年爆炸过原子弹，必须要进行一次基建的会战。所以是63年的时候，中央专委又抽调了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等15000的队伍进驻221。到这个时候，整个的基建队伍达到将近5万人。这一次就是基建会战展开以后，说建设速度很快，所以我们的铁路、公路这个厂房建设一栋栋的建设起来了。1963年春天，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亟待通过大型爆轰试验进行验证。北京9所各科室及所属人员陆续迁往221基地，开展全面的研制工作。张爱萍专门为科技人员们举行了离京动员会。过去有句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这里我要把它改成知识分子手有擎天之力。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到了那里将要亲自锻造倚天长剑原子弹。我记得好像火车要走2天2夜，到了青海，他就说让明年第2年要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先住进去，他们领导和机关的同志继续住在帐篷里头。这点我觉得是听了非常感动。当时李杰同志跟厂的领导在一系列局部分解的爆轰试验基础上，科学家们准备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又称冷试验。1963年12月上旬，在第7次中央专委会上汇报这次关键试验时，朱光亚给大家做了形象的介绍。人们都知道，由于9所实验条件的限制，点火中子源的研制被放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进行。32岁的助理研究员王方定被钱三强选为内爆中子源研制的项目负责人。王方定四川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接受了核物理、放射化学等专业的系统学习，是所里培养的优秀人才。要做这个量比较大的这个 polonium
你要在当时的化学楼里边啊，是有记。1963年12月24日，缩小比例的聚合爆红试验进入倒计时。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初中子的效果。由于劳累，我感冒了。可是这次试验很重要，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好。正式试验那天，我早早就到现场。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高浓缩铀还在分离中。这是中国第一家铀浓缩工厂。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推荐了一位女将，王成书。王成书，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员，曾在美国研究气体输运理论12年，提出了被科学界所瞩目的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无法在计划的原子弹爆炸时间前提供合格的核材料。而设计的关键是对运行方案做大量的重新计算。气体扩散机上的核心元件甲种分离膜也研制成功。该元件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攻关，在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的主持研究下实现了量产，清除了高浓缩铀生产的路障。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高浓缩铀235，它被装在专用容器里，运往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1964年4月30日，6级车工员工谱被选中，加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铀部件。一刀一刀，精细的切削。5月1日凌晨，员工谱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关键的3刀，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合格的核部件。1964年6月，金银滩草原上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基本建成，全厂集研究、设计、试验、生产、生活于一体，总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基建投资、科研设备、物资采购等各种配套设施算在一起，国家共投入近9亿元建设221厂，也尽可能地为研制原子弹的科技人员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待遇。1964年6月6日清晨，金银滩草原上十分热闹，全尺寸爆轰试验进入实施准备阶段。全尺寸是指试验装置中除核裂变材料用替代材料外，其余都是核爆炸试验时要用的实物。从月初就进入了临战阶段。第一颗原子弹实际是一个核装置，为了保密，也被称为产品。各方面都向爆炸成功这个总目标看齐。中午1时左右，试验装置运到了试验场，各种测试设备立即与之连通并调试到位。尽管之前的试验测过中子，但这次全尺寸试验测中子依然是重中之重。现场气氛非常紧张。在这个实验以前呢，我记得在开了好多次会。6月6日下午5时左右，全尺寸爆轰试验准时点火。全尺寸爆轰试验的成功，验证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结构、材料设计的合理性，为产品的生产装配奠定了基础。9院通过自己生产，并与全国有关单位大协作，生产出了2枚正式产品，用于核试验和备份。第一颗原子弹装配准备出厂的那段时间，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实施核绝育手术的论调甚嚣尘上。为了保障221基地的安全，中央军委调来一个高炮师，部署在周围的山上对空警戒。
在紧张的气氛中，由安保级别最高的1级专列和运输机承运，首次核试验装置陆续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一座高102.43米、重76吨的铁塔矗立在核试验场中央。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座铁塔上爆炸，爆室位于铁塔顶部100米处。第一次就采用空投爆炸的方式来试验，应该先采用地面静态爆炸的方式试验，以后再用空爆方式。第9次中央专委会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提出了早试和晚试2个方案。毛泽东决定早试，张爱萍被任命为核试验总指挥。分析核试验场所在的罗布泊区域，面积有10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浙江省那么大。方圆300公里内是无人区。这里的气候变幻莫测，尽量不让核爆炸尘埃随风飘散到试验场以外有人居住的地方，也不要飘到邻国，这是国家对核试验的一个要求。因此，必须选择无风的好天气试验。10月14日上午，张爱萍主持会议进行气象会商。会上，专家讨论提出10月15日15时爆炸原子弹。10月15日拂晓时分，核试验场702装配车间内，第一颗原子弹最贵重、最娇气的油部件和点火中子源被装配到位。中国10月14日上午，张爱萍主持会议进行气象会商。会上，专家讨论提出10月15日15时爆炸原子弹。10月15日拂晓时分，核试验场702装配车间内，第一颗原子弹最贵重、最娇气的油部件和点火中子源被装配到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了。我们是圆满胜利的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备成功了。我们的话是用吊车从这地下车间里头把这颗原子弹把它吊出来，放进了一个平板车上一个大铁罐子里头，底有铁轨，平板车上在铁轨上头。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由我们分厂的副厂长蔡宝珍工程师带领朱森林、曹敬祥老师傅和我们4人把这平板车推到102米高的铁塔底下。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正式确定为10月16日15时，即起爆0时。朝阳下，第一颗原子弹在102米铁塔的托举下，伟岸地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铁塔下面，远远近近错列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效应物，这些效应物将直接检验原子弹的爆炸效果。15日夜，我彻夜未眠。当时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16日天刚亮，我就走出帐篷观测天气，看到天空碧空如洗，心里轻松许多。1964年10月16日14时45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15分钟倒计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看着升腾的蘑菇云，大家激动不已。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
10月16日傍晚时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7个小时后，新华社授权发布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同一时间，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刊发首个套红号外，但他可能是最高兴的人之一，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他51岁生日。作为战略科学家，钱三强为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及核武器事业排兵布阵、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心力。焦急的人则是邓稼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科学家们在核试验基地研判各种试验数据，分析爆炸当量的时候，邓稼先接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第二天下午，离开罗布泊，风尘仆仆赶回北京的邓稼先，看到了医院病榻上弥留之际的母亲。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邓稼先沉痛地叫着母亲，母亲虚弱地睁开了双眼，失神地看着他。已是不惑之年的邓稼先动情地抚摸着母亲的手，他发现母亲枕头下面压着一张刊发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直到10天后母亲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是《人民日报》中讲的主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的设计师。